各位观众，2026年了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吊诡的事情？全世界的公司从矽谷到台北，嘴巴上全都在喊 All in AI， 砸下去的钱加起来早就破了几千亿美金，一个一个成立 AI 部门，买 GPU， 喊出3年营收翻倍，打造世界级平台的宏大愿景。结果呢？去年有一份轰动全球的报告，直接把大家的脸打肿。企业导入生成式 AI 的专案高达95%，最后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多少？是0，归零。钱烧了，人请了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可是生意没有变好。各位观众，你想想，这么多聪明人，这么多钱，怎么会集体翻车？答案就4个字：没有策略。或者更精准的说，他们有的是坏策略。他们把我要成长，我要转型，我要领先这种寒爽的口号当成了策略本身，但那不是策略，那是愿望，是祷告。今天这一集，我要跟你拆一本专门打脸这种假策略的神书——理查·儒买特的《好策略、坏策略》。这本书会让你看懂为什么90%的公司策略其实是一坨包装精美的废话。好，我是杰森教练 ，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。专门把最硬的商业经典用你听得懂的话讲给你听。这一集我们来把策略这2个字彻底解剖给你看，看懂没？我们开始。先讲作者，各位观众，你要知道这本书的分量。理查·鲁美特 （Richard Rumelt） 这个人不是什么网红讲师，也不是卖课的，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安德森商学院的教授。被《经济学人》杂志评为对商业与管理领域影响最大的25位思想家之一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在策略这门学问里，全世界的顶尖企业 CEO、顶尖顾问要听谁的？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他搞策略搞了40年，帮过大公司，帮过政府，帮过军方。这本《好策略、坏策略》2011年出版，一出来就被封为策略界的圣经。很多人说它是唯一一本你真的需要读的策略书。为什么这本书这么猛？因为他做了一件别人不敢做的事儿。他不教你怎么写漂亮的策略，他先告诉你市面上90%的策略都是假货，都是坏策略。各位观众，你想想，这就像一个老中医，别人都在卖你补药，他第一句话先跟你讲，你吃的那些补药80%都是毒。鲁美特最狠的一句话是，坏策略不是没有好策略，坏策略是一种你可以避免也应该避免的具体错误。听懂没？坏策略不是运气不好，是你自己选择了偷懒，选择了回避。这本书就是要把这个懒字从你的脑袋里挖出来。接下来我先带你认清什么叫坏策略，因为你连坏的都认不出来，怎么可能做出好的？好，各位观众，鲁梅特说坏策略有4大特征，4个病症。今天先讲头2个，最常见、最毒的。第一个病症叫做空话，英文叫 fluff。什么是空话？就是一堆听起来高大上，其实什么都没说的华丽辞藻。我举个真实的例子，鲁梅特在书里拆过一家大银行的策略。那个策略写的是什么？我们的核心策略是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中介服务。听起来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把它翻成人话，中介服务就是银行业务啊，以客户为中心，不然要以谁为中心？他把我们是一家服务客户的银行这句废话，用一堆专用名词包装，包成一个听起来像深刻洞见的东西，这就是空话。各位观众，你打开多少公司的官网，多少公司的愿景墙，满满都是这种赋能、生态、协同、数位转型、打造闭环，你把那些词儿拿掉，底下什么都没有。第2个病症更致命，叫做无法直面挑战，就是回避真正的问题。坏策略的最大特性就是它假装问题不存在。你想想，一个公司明明在流血，明明产品被对手打爆，它的策略报告里却一个字都不提这个痛点，只讲我们要追求卓越，拥抱未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承认问题很痛，面对问题要得罪人，要砍东西，要做选择。坏策略就是用一堆正能量口号，把那个房间里的大象，那个真正要命的问题用布盖起来，假装看不见。看懂没？策略的第一步不是喊愿景，
是诚实。继续讲坏策略的第3跟第4个病症。各位观众，这2个你自己创业、自己做事，8成都犯过。第3个病症也是最普遍的一种骗术，把目标当成策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站上台，慷慨激昂地说，我们明年要成长20%，我们要拿下市场第1，我们要做到10亿营收。台下掌声雷动，大家热血沸腾。可是各位观众，你冷静想想，这是策略吗？这不是策略，这是目标，这是你想要的结果。鲁梅特说得很重，策略不是你想达成什么，策略是你打算怎么克服障碍去达成它。你喊我要瘦10公斤，那是目标；我每天只吃1500卡，每周跑3次，那才是策略。一个老板只会喊数字、喊口号，却讲不出我们要怎么赢，我们的优势在哪儿，我们资源要集中打哪一点，那他根本没有策略，他只是在许愿。第4个病症跟第3个是双胞胎，叫坏的策略目标，就是那种一口气列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20几条策略重点的清单，每一条都很重要，每一条都要做。各位观众，你想想，当一个东西什么都是重点的时候，就代表没有重点。这叫大杂烩目标，是主管无能的铁证。他没有能力做取舍，没有能力判断什么最关键，只好把所有人丢上来的愿望清单全部贴上去，交差了事。真正的策略是敢说这些我们都不做，看懂没？好，各位观众，坏的讲完了，现在讲最精华的，什么是好策略？鲁梅特提出一个超级重要的概念，这是整本书的心脏，他叫它核心，英文 kernel， 你可以理解成策略的核心3部曲。任何一个真正的好策略，不管是打仗、做生意，还是你个人翻身，都逃不掉这3个环节。第1，诊断；第2，指导方针；第3，协调一致的行动。今天这一段先讲第1个，也是最被低估的一个，诊断。各位观众，什么叫诊断？就是你要先看清楚你现在到底面对的是什么问题，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。好的诊断会把一个看起来千头万绪、复杂到爆炸的烂摊子，用一个简单的说法点破。我们真正的问题其实是这一个。你想想看，医生，你去看病，一个烂医生会说，你要多运动、多喝水，保持心情愉快，这是废话诊断。一个好医生会直接跟你讲，你这个不是感冒，是你的甲状腺出问题，他一刀切中要害。企业也一样，鲁梅特举过一个经典例子。1993年，郭士纳接手 IBM 的时候，那时候华尔街跟所有顾问都跟他说 IBM 太大了，要拆成几家小公司才能活。可是郭士纳的诊断完全相反，他看清楚了，客户真正要的不是零件，是有人帮我把这一切复杂的科技整合起来解决问题。所以 IBM 的问题不是太大，而是没有把大的优势用出来。你看，同一堆事实，诊断不同，药方天差地远。诊断错了，后面全错。这就是为什么好策略的第1步永远是诚实的、精准的看清问题。诊断完了，看清病在哪儿了。第2步，指导方针。各位观众，这是核心3部曲的第2环，英文叫 guiding policy， 总体方针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诊断出关键问题以后，你决定用什么样的整体路数去对付它。注意啊，它不是具体的动作，它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，是一个路标，告诉你的所有资源该往哪个方向走，哪些路不能走。我打个比方，各位观众，你想想打仗，诊断是敌人主力在东边，右翼防守薄弱，那指导方针就是我们集中兵力猛攻他的右翼弱点，不跟他正面硬拼。这个方针一定下来，所有的兵、所有的粮、所有的炮火往哪儿摆就清楚了。鲁梅特特别强调，好的指导方针有一个特征，叫做利用杠杆，他会找到那个能以小博大的支点。再举个例子，当年甘乃迪面对古巴飞弹危机，他的诊断是苏联在古巴部署飞弹，威胁美国。那他的指导方针是什么？不是直接开打，也不是投降，而是海上封锁，用一个可控、可谈判又展现决心的方式逼对方退。你看，这个方针一定，后面所有的军事动作就有了主轴。
各位观众，很多老板最缺的就是这一步。他们诊断完问题，跳个方针，直接开始乱做事。今天投广告，明天搞直播，后天做联名。为什么乱？因为中间没有一个指导方针把这些动作串起来。指导方针就是你的作战主轴，是那条把所有子弹导向同一个目标的轨道。没有它，你的努力就是一盘散沙。看懂没？好，核心3部曲的第3环也是最考验执行力的一环，协调一致的行动。各位观众，英文叫 coherent actions。前面诊断看清了问题，方针定好了方向，这一步就是把资源火力全部集中，彼此配合的打下去。关键字2个：集中还有配合。什么叫集中？就是不要分散。鲁梅特有一句话讲的超级狠，他说策略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拒绝。你想想，资源就这么多，钱、人、时间、注意力全是有限的。你把力气分成10份，每个地方撒一点，结果每个地方都不痛不痒。真正的高手是把10份力气全部压到一个点上，一次打穿，这叫集中。什么叫配合？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要互相加分，互相强化，而不是互相打架。各位观众，我举个最经典的例子，当年宜家 IKEA， 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配合的。它让你自己组装家具，所以它省了组装成本，也省了运费，所以它可以卖得便宜。它把展示间做成迷宫，让你逛很久，多买。它把餐厅放在里面，让你舍不得走。你看，自己组装、平价设计、卖场动线、附设餐厅，这4件事不是各做各的，它们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，全部指向同一个方针，用最低的成本给你有设计感的家具，这就叫协调一致。反过来，坏公司呢？行销部喊高端，生产部拼低价，两边互扯后腿，力气全内耗掉了。各位观众，好策略不是每个部门都很强，而是所有部门的力量拧成同一股绳。看懂没？讲到这里，各位观众，你应该抓到一个贯穿全书的灵魂了，那就是2个字儿：聚焦。还有一个关键词叫杠杆点，这是好策略最锋利的那把刀。鲁梅特说，好策略几乎都建立在一个动作上，找到那个杠杆点，然后把资源狠狠地集中砸下去。什么叫杠杆点？就是你用力的那个支点，你在对的地方推一把，可以撬动10倍、100倍的结果。你想想阿基米德那句话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可以撬动地球。策略高手一辈子都在找那个支点，他们不贪心，他们不想样样都赢，他们只想找到那个最关键、一打就通的点。各位观众，这跟一般人的直觉是反的。一般人觉得机会越多越好，产品线越多越安全。错。卢梅特说，资源分散是策略的头号杀手。你想想那个放大镜，同样的阳光，散开来只是晒得温温的，可是你用放大镜把它聚成一个点，马上就能烧穿一张纸，点着一堆火。同样的能量，聚焦就有了穿透力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好策略一定善用你既有的优势。你不要去做你不擅长的事儿，你要问，我手上一定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，然后把那个优势用到极致，用到爆。是你的技术，你的通路，你的品牌，你的数据，找到它，放大它。各位观众，记住这个公式，好策略等于诊断关键问题，加上把有限资源聚焦砸到最有杠杆的那个点。不聚焦的策略都是坏策略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讲了这么多，我帮你把这本书最精华的金句浓缩成几把你随身可以带走的刀。这一段你可以截图起来。第一句，坏策略不是没有好策略，而是你选择了偷懒与回避。第二句也是最重要的一句，策略的核心是诊断、指导方针、协调一致的行动。你以后听任何人讲策略，就用这3个问题砍他：你的诊断是什么？你的方针是什么？你的行动配合了吗？答不出来的都是喊口号。第3句，策略的本质是一种拒绝，是取舍，不敢说不做什么的策略都是假策略。第4句，不要把目标当成策略，喊我要成长 20%， 不是策略，我要怎么成长才是。第5句，好策略来自聚焦，
来自把资源集中在关键的杠杆点上。第6句，这句最狠。大部分组织里最大的挑战不是外面的敌人，而是内部的无能。没有人敢面对真正的问题，没有人敢做取舍。各位观众，你想想，这6句话是不是把你过去听过的9成策略简报全部打回原形了？鲁梅特其实在告诉你一个很残忍也很解放的真相：好策略很稀有，不是因为它有多难懂，而是因为做好策略需要诚实面对问题跟勇敢做取舍，而这2件事都很痛。人性天生逃避痛苦，所以人性天生就会生产坏策略。看懂没？把这6句刻在脑子里，你就赢过8成的老板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光讲道理不够，我给你上3个真实案例，让这本书的道理变成你眼睛看得到的画面。第一个案例最经典，贾伯斯回归苹果。1997年，苹果快倒了，离破产只剩几个月。那时候苹果有多少产品？一堆，各种型号的 Mac、印表机、掌上电脑 Newton， 一大堆你根本记不住名字的东西，型号多到连店员都搞不清楚该推荐哪一台。贾伯斯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他没有喊我们要成长，我们要创新这种屁话，他先诊断苹果的问题不是产品太少，是产品太多、太散、太乱，资源全部被稀释掉了。然后他定指导方针，极致聚焦。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下巴掉下来的决定。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2×2的方格，横轴是消费者、专业人士，纵轴是桌机、笔电，4个格子，4款产品，其他的全砍掉70%的产品线。各位观众，你想想那个魄力，公司都快死了，他不是拼命增加营收来源，反而是大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懂，把有限的工程师、有限的钱集中到4款做到极致，远比分散到40款每款都做得烂来得有活路。这就是协调一致的行动，所有资源聚焦到一个点。结果呢，苹果活了，然后有了 iMac、iPod、iPhone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核心3部曲活生生的示范：诊断产品太散，方针极致聚焦，行动砍到剩4款。聚焦救了苹果。第2个案例，各位观众，沃尔玛。很多人以为沃尔玛赢在便宜，错，便宜只是结果，它真正的策略核心是物流这个杠杆点。当年山姆·沃尔顿创业的时候，所有零售专家都说，折扣店只能开在人口5万以上的大城市，因为要有足够的客流量才活得下去。可是沃尔顿的诊断不一样，他看到的是小镇没人服务，竞争少，但小镇的问题是进货成本高，补货慢。所以他的指导方针是建立一套全世界最强的物流配送网，用它来撑起密集分布的小镇店群，然后协调一致的行动全部配合这个方针。他把一堆店密集地开在一个配送中心周围1天车程内，他自己盖仓库，他很早就砸钱搞卫星系统跟电脑库存系统，他跟供应商直接串资料。你看，开店位置、仓储、资讯系统、车队，每一个动作全部咬在物流这一个杠杆点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别人学不会沃尔玛，因为你只看到便宜，看不到背后那整套咬合的齿轮。好，第3个案例，反面教材。各位观众，多少公司开了盛大的策略会议，做了漂亮到不行的简报，愿景是成为业界最受尊敬、最创新、以客户为中心的领导品牌。KPI 列了30条，每个部门都有策略重点。结果呢，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头到尾没有人做诊断，没有人指出我们真正的致命伤是什么，没有人敢砍掉任何东西。他有一整本策略书，却没有一个策略。他把愿景当策略，把清单当聚焦。看懂没？漂亮的简报杀不死你的对手。好，各位观众，理论跟大公司案例都给你了，现在把镜头转回你自己身上。你是创业者，你是老板，你是想翻身的素人。我要点出你最容易犯的3大策略误区，这3个坑我自己都跌过。第1个误区，把目标当策略。你每天早上跟自己喊，我今年要赚300万，我要冲到10万份，喊得热血沸腾。可是各位观众，那不是策略，
那是愿望。你冷静问自己一句：我要用什么方法，靠什么优势去赚这300万？如果你答不出来，那你手上只有一个目标跟一个空的邮箱。第二个误区，什么都想做，这是素人创业的头号死因。你今天看到直播带货红，你做；明天看到短影音红，你也做；后天有人找你联名，你又做。你以为机会多是好事，其实你正在把你那一点点可怜的资源撒成一片薄薄的、什么都烧不穿的阳光。鲁梅特会跟你说：停！你要做的是拿放大镜把所有力气聚成一个点。第三个误区，最痛的一个，回避真正的问题。你的产品卖不动，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你根本没有人认识，你没有流量。可是你不想面对这个痛，因为解决它要你天天露脸，天天发内容，天天被拒绝。于是你选择去优化你的官网配色，去研究你的名片要用什么字体，去纠结你的 logo。各位观众，你在忙一堆假工作来逃避那个真问题，这叫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看懂没？这3个误区本质都是同一件事，你不敢面对，也不敢取舍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这一段最重要，因为这是我们龙虾学院的看家本领。在 AI 时代，一个素人，一个艺人公司，到底怎么用好策略翻身？我把鲁梅特的核心3部曲直接改写成你今晚就能用的作战手册。第一步，诊断。你别急着开账号，别急着买设备，别急着追工具，你先坐下来，诚实地问自己一句：我这个艺人公司现在真正的关键瓶颈是哪一个？是没人认识你，流量问题？是有人看却不买，信任问题？还是你根本没时间做内容，产能问题？各位观众，通常只有一个是要命的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找出那一个，这就是你的诊断。第二步，指导方针，聚焦。诊断出瓶颈以后，你要定一个总路数，把你的 AI 火力全部集中打那一个杠杆点。如果你的瓶颈是产能不够，做不出内容，那你的方针就是用 AI 把内容生产自动化，让一个人产出一个团队的量。第三步，协调一致的行动。这一步就是别分散。各位观众，最大的陷阱就是你看到 AI 什么都能做，就什么都想用。今天玩生图，明天玩配音，后天玩数字人，玩了一堆，一支完整的影片都没产出。错，你要做的是把这些 AI 工具像齿轮一样摇起来，串成一条产线。AI 选题， AI 写稿， AI 配音， AI 生画面， AI 剪接，全部对准每天稳定产出内容这一个目标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把一本策略圣经落到你一个人的生意上。诊断、聚焦、协调，别当那个什么都想做，结果什么都做不成的人。各位观众，最后我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故事，你就知道这本书不是纸上谈兵。当初我做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，一开始我就是犯了鲁梅特讲的每一个错。我什么都想做，我想拍长片，想做 shorts， 想做电子书，想接客户案子，想开课，想做10几个频道。我以为机会越多越安全，结果呢，我每天忙到半夜，每个东西都做一半，每个都不上不下。那半年我累得要死，却几乎没有成果。各位观众，那时候的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坏策略，没诊断，不聚焦，资源撒成一片薄薄的阳光。后来我读懂了这件事，我逼自己坐下来做诊断。我真正的关键瓶颈是一个人的产能撑不起这么多频道，找到了。然后我定方针，不扩张，先聚焦，把用 AI 打造一条全自动内容产线这一件事做到极致。接着是协调一致的行动，我把选题、写稿、配音、生图、剪接、上传，甚至回留言全部串成一条 AI 产线，每天晚上7点，机器自动帮我发片。各位观众，你现在看到的这支影片，听到的这个声音，背后就是那条产线的一部分。我从一个累死的人变成一个只会 AI 员工的人，这就是聚焦的力量，这就是核心3部曲的力量。我不是比别人厉害，我只是终于肯做取舍，肯把放大镜对准一个点。各位观众，你也可以，别再当那个什么都抓，最后两手空空的人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到了黄金总复习，这一集好策略坏策略的5个重点，你把它记牢带回家。
第一，坏策略有4大秉征：空话废话、回避真问题、把目标当策略，还有一口气列20条的大杂烩清单。看到这4个，快逃！第二，好策略的心脏是核心3部曲：诊断、指导方针、协调一致的行动，缺一不可。第三，诊断最重要，先诚实看清你真正的关键问题，药开对，病才会好。第四，策略的本质是取舍跟聚焦，找到那个杠杆点，把有限资源狠狠砸下去，不敢说不做的都是假策略。第五，战术的勤奋永远掩盖不了战略的懒惰，别用一堆假忙碌逃避那个真问题。各位观众，记住，好策略不稀有在它难懂，稀有在它需要你诚实，需要你勇敢。好，那你现在有了好策略，问题来了，你的东西再好，如果没有人帮你传出去，一样是死路一条。为什么有些东西会像病毒一样疯传，有些东西再好却没人分享？下一集我要带你拆约拿伯格的蜂巢行销 Contagious， 告诉你疯传背后的科学公式。这集绝对颠覆你，千万别错过。如果今天这集有让你脑袋叮一声，拜托你按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过去犯过哪一个坏策略的坑，我会亲自回你。我是杰森教练，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，我们下期见。